大家好，我是香港 Henry。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汇款工具，就是熊猫速汇。关于这个国际汇款，很多朋友问怎么激活一些国外的一些账户，或者是怎么转向国外。像国际转账的话，它相对来说对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门槛的，因为毕竟有海外券商还有海外账户的是极少部分人。而且经常转账的这些人应该都知道，国际转账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而且手续繁琐，这个费用也比较高。相对于这些门槛比较低，大家还没有汇过款，想省心省时省力，而且少花点钱，流程简单的这些用户怎么办呢？之前给大家教了开通这个 Wise， 还有 OCBC 华侨账户，还有这个美国汇丰。但是 OCBC 要激活的话，跟那个 Wise 激活的话，它这个都需要首笔入金才能激活这个账户。当然，你有海外账户的话，这个不必在话下。但是你之前没有任何海外账户，海外账户为零的这些客户，他们是怎么操作的？我今天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教大家怎么汇款出国。因为你像这些国际汇款工具，在境外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境外的资金不受这个外汇管制嘛，它可以随意进出。你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这儿到那儿，哪到哪都可以外汇可以自由进出的。但问题是你钱要到香港或者是要出来，从这个资金严格的监管下，你才能出来，要合法合规。要用什么工具呢？除了银行以外，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熊猫速汇。这个熊猫速汇是你绕不开的一个汇款工具，因为你像 Wise OCBC 华侨账户香港账户、美国账户，它都是1到100的。这个熊猫速汇类似于从0到1，你开始从咱中国大陆走到香港或者走到世界各地，你要把你的资金放到一个没有外汇管制，可以自由来去的一个地方，但你的资金都是在国内，所以要出来。你望来望去，除了银行之外，就只有目前咱国内只有这个熊猫速汇，这是在咱国内可以用的。你像首先第一步就是把这钱放出来，放到你的海外账户里面，这就可以自由在全球流通了。首先给大家讲讲目前这个很多人汇钱出来的一些用途。你像比如说你短期的在国外旅游消费你要买点东西，有些地方是可以刷卡的。你像香港这地方，很多地方都不能刷卡的，它需要你现金。你相对来说，你一个旅游者，你要去一些找汇店或者去的地方，还是比较麻烦的。你直接用熊猫速汇，我之前教大家开通这个 OCBC 华侨账户跟这个 Wise 账户，大家可以用熊猫把这个钱转到 Wise 或者是OCBC 的，你出来就可以用现金了，这个资金就自由了。还有就是你要炒美股、港股这些资金在境外有这个需求也是可以的。还有些人就是觉得我怕放在国内不安全，现在这个房地产也不怎么景气，我要把钱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康哥烹饪讲那个话，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定要分散再分散，要把你部分资金放在国外，放在境外。熊猫速汇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目前咱国内的话，因为外汇管制嘛，所以说你想出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便你要出来，你每一年往外汇款的额度只有5万美金，所以这个就困住很多人。常见的就只有银行了。这个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USDT， 这个就是虚拟货币。你像这个相对人数比较用 USDT 的人比较少。这个虽然说是它那个资金安全，有这个冷钱包保存你的资金可以自由来去，没有 KYC 的一个实名认证，但是你的资金相对来说很多地方是不认可这个的。你资金你比如说在内地，你要出来进去，或者是你要转到某个地区的某张卡，它会把你这个账户锁定为一个异常账户。就 USDT 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门槛的，而且你使用很不方便。你每次要用的时候要把它转化成美金或者转化成其他货币，你才可以使用。你单纯的 USDT 是不能使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境外存款，你像之前炒过美股，或者是在香港有开设账户，有一部分资金是在香港的，你来去自由，这是你的存量资金放在这里，你是可以出来，可以去，你可以消费干啥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很多都是能看烹饪视频的，很多都是一个从零起步的一个用户。你很多人现在连香港的一个卡都没有，他有些人有条件限制，他来不了香港，所以说有一个香港的账户他都没法申请。对这边人怎么办？他只能是看我之前视频开通 Wise 或者 OCBC，
然后通过熊猫速汇把这个钱转到 OCBC 去，这也是个方式。还有就前一段时间大家看那个新闻，新加坡的一个咱中国的一个打工人在那儿赚了钱了，想把这个资金转回国内，但是他对这外汇管制一点不了解，他就是找了一些地下钱庄做了一个对敲，把这个钱给钱庄，钱庄然后把这个钱打回国，就这样一个操作被盯上了，说那个涉嫌这个洗钱罪名就被拘留了，因为这个地下钱庄这个钱可能来路不明，被锁定了，所以这有点尴尬。明明我是合法资金，我就是作为一个资金回国的一个渠道，但是没法就被定性为黑钱。所以说大家这个钱庄怎么给大家定义呢？你像很多他这个资金额度很大，他已经超过这个5万额度限制了，他这些有些钱是来路不明的，他会花很多的手续费组这个钱庄帮他们洗钱。但是咱作为一个正规用途，资金来源是正规用途的，是没必要走这个钱庄的，因为你不知道钱庄给你的钱是否是黑钱，这个大家一定要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关于熊猫速汇，简单给大家涵盖这些优点吧。你像它的一个可靠性，你信用保障，还有这个牌照，因为熊猫速汇它在中国这个金融强监管下，它走的一个是银行的一个通道。它本身我可以做这么一个比喻吧，熊猫速汇类似于一个支付宝，它做这个金融的这个业务，但是资金本身不经过熊猫速汇，这资金是在银行跟银行之间做一个往来，它只是一个通道，把用户从熊猫速汇这个通道引进来。真正的这个换汇的过程是熊猫速汇把这个需求发给银行，银行跟银行之间做这个资金的一个汇兑，一个来去，所以这一点大家是要放心的。而且这个汇率我帮大家就是有对比，这个汇率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已经比那个很多银行的汇率都要好了，而且它那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还有这个方便性。你像很多海外工具，你首先这个界面是英文的，对大家不太方便，还有这个覆盖范围，它支持很多国家地区的一个汇款需求都是可以的，而且安全性，它的资金是走这个京城银行，国内的人走的是银行通道，而且它客户支持的范围也比较广，你的款项它可以实时追踪，比如说你某个信息填错了，汇款失败，它这个订单会自动追踪，那个会给你把这个打回来，你也不会产生这个资金的一个损失。你像银行，你把这个钱转出去，你即便是信息填错了，它的中转行或者是结算银行的一个国际 SWIFT 它系统，它扣的这个中转费，它不会给你退的。而且有些，这是它以下的一些特点，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像这个安全保障，你很多人就用这资金转账的话，你要牵扯一点安全还是安全。它熊猫速汇的这一个汇款大概的这个思路是这样，我再给大家看看。它是跟那个国内有牌照的天津京城银行是合作的，用户通过熊猫速汇注册熊猫速汇的用户通过熊猫速汇连通这个天津的京城银行，绑定你国内的银行账户，发出一笔这个汇款请求，然后国内这个银行通过天津京城银行做一个换汇一个操作，把这个钱再周转到国外的一个银行，整个资金是不经过这个熊猫的，它是银行到中转银行天津京城银行再到国外的一个银行，所以这一点请大家放心，就类似于这个支付宝平台。而且我带大家看看这个熊猫的速汇的这个官网，了解一下它这的一个熊猫的一个大概一个具体情况。看看它是极速到账无需 SWIFT， 因为 SWIFT 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银行间的一个组织机构，它国际的任何一笔银行转账都是要通过这个 SWIFT 的，自然而然你要通过 SWIFT 转账，它不是免费给你转账的，你需要给我一笔转账的这个费用，你要经过我 SWIFT， 我肯定要为你收费的。熊猫是跟京城银行合作的，因为你进去操作有些界面的话，它会给那个京城银行发出指令，收到验证码，京城银行给你指示这个，你确定之后，京城银行才会帮你把这个款项执行操作。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大概一个手续费率，汇出1万的话能收到1365，这是个手续费率。待会儿带大家注册的话，大家要准备这些材料，你要开户资料，你有个人身份证件，还有人脸认证，中国大陆的一个接机卡。
它支持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有大洋洲，这些都是支持的。关于天津金城银行的一个简介，大家可以看看它这个天津金城银行。很多天津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金城银行，成立于2015年，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5家民营银行之一，注册资本30亿，这是金城银行。你相比于国外这些中转机构，你像外资还有这些其他这些工具，首先第一点，它不在国内，它资金说动给你动了，你没办法。你像在国内，它有合作机构，首先是金城银行跟那个熊猫，它那个公司总部是在杭州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联系他们客服，我这个资金到哪了，或者是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用中文跟他们客服联系，然后客服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下来就是个汇款的一个速度，我上周汇了一笔美金转到这个外资，大家看了这个熊猫速汇的这个教程之后，把这个熊猫速汇开通了。如果你没有海外账户，或者是还没有进行过国际汇款，你可以做一次尝试，注册这个熊猫速汇之后，用熊猫速汇把这个人民币换成转成港币到这个外资账户。你在外资账户开通一个美元账户或者人民币账户或者是美金账户都可以，把你的钱转到外资里面。你看我当时是11月10号下午3点多转的，因为那会儿已经是那个周五了。它这上面提示是预计到账时间3到5个工作日，就等于说周六周天是得等待的，再等3到5个工作日。但是资金实时到账的时候，已经11月1号就到账了，看是凌晨的2点，第二天睡了一觉起来，就差不多半天时间就到了。这个还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在想怎么也得个3、5天，他说3到5个工作日，我想怎么也得个3天吧，结果就不到半天就到了，而且是在周五的情况下。我也听说有人说是秒到的，没过多长时间就到了，一会儿就到了。这个可能是情况而定吧，因为他这个资金要出来的话，也需要经过外汇的一个审核，银行也是需要审查这笔资金的一个来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款项的一个进出是受国家银行的一个监管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银行受到监管，咱们受到监管，资金也会受到监管，所以说有国家背书，再加上这个银行的一个监管，所以资金是没问题，安全是没问题。的一个手续费率大家可以看看，我转了这个500，大概当时的一个汇率是到账金额是68.25，它这个费用只需要80人民币。这个费用是怎么计算的？它是按笔计算的，你汇款每一笔，就比如说你汇款1000块，它是80块；你汇款1万块、5万块，它也是80块。所以说，有些人需求比较低的，就比如说一个小额转账，你汇个1000块，汇个几百块，你用这个80相对来说还可以。你汇的额度大一点，像3万、5万的，也是80块钱，这个也是能省不少手续费的。再加上这换汇的一个损失，跟那个汇款这个损失，跟汇款这个费用，它加在一起一共是80块。你像银行的不一样了，银行你要换汇，它汇率差的要死，真的非常差。有些银行它其实就是指着这个汇款货币转换费用，它能差0.1个点，甚至0.01个点，甚至0.1个点。这个其实你要细算下来，你资金金额比较大，这个是很多的，而且是经过这个国际转换系统 SWIFT， 它有时候会收个50美金、100美金，这个都很常见。你想想算多少钱了？为了对比这个，我还特地去用我的国内的渣打银行我试了一试，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渣打银行的一个汇款的一个费用。我当时就试了一试，我标了一个100，我汇款100美刀嘛。我看了一下这个手续费58.3，当时就惊到下巴了。我 TMD 汇100块，你知道要我58.3的一个手续，我这个款项绝大多数都让你这个银行给吃了。58那个美刀算一下，58那个6848，差不多有400多块呢。我就汇了800块，等值800块人民币，你就扣我400多块。而且这个渣打银行还是我之前在渣打国内渣打，我是一个优先理财，它所标榜的是国内渣打转香港渣打是免费的转账。我之前是优先理财，有段时间把那个降级成普通这个账户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降成这个普通用户了，
还是因为它现在的一个免费转账的功能也变成收费的了。大家可以看看，转了100美刀，它要58美刀，你说坑不坑？其实其他银行也差不多，你转款费用你要那个，首先有这个汇率损失，再加上这个中转行的费用 SWIFT， 这需要付一笔电报费。你到达这个账户之后，你转到境外，转到美国或者转到香港，接收行也会收你一笔费用。所以说你每次转账呢，轻轻松松扣你个200刀，这也稀松平常的。你想想，你资金金额大了1000美金、1万美金，要扣多少？这个有经常汇款的朋友可以把这个细算一下，反正我之前没有细算，我今天一做对比，我觉得真的吓死人。因为我之前是免费可以汇出来，但也不是免费的。就比如说是你从这个银行汇到那个行，它标档国内转账跟这个不收中转行费用，但是你到了接收行的话，接收行也会扣你一笔费用，20美金啊，或者10美金啊、50美金啊都有。它这个有四个扣费的地方，汇率的一个费用、电报的一个费用 SWIFT。还有中转行费用，我这个就简单的跟渣打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做一个对比。它的一个手续费我感觉还是比较低的。首先是它这个跟实时汇率差不了多少，我当时查了一下，就差的0.001好像。它汇率的零汇差，就是你汇多少钱，抽取你接收的话就会收到多少钱，它不会给你中途有这个汇款损失。大家可以看看，我在这边汇了这个68.25美刀，在这边它已经帮我换算完了。收到外资的话也是68.25，这个接收行是没有收我这个手续费的，而且它支持这个多个国家和多种货币，你可以看看它那个支持这个国家地区的一个列表。亚洲地区的支持咱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咱中国香港。大洋洲的话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欧洲的，这是北美洲的。大概的话，世界这些主流国家地区的话都是支持的，覆盖的全球28个国家地区。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地区。还有一个优势，它就是整个中文这个界面是可以切换语言的，都是中文界面，对咱们国内用户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它的这个使用习惯，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的。我用那个渣打，我当时每次我用到渣打银行的 app， 我就要崩溃了。你每次在那儿操作登录验证码，然后转账时候那个验证码，平均每次操作一次网银，你要用十几个验证码。我当时就想查一查他这个汇款这个费用能扣多少，结果收了10几个验证码，结果还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要让我填什么协议都什么条款，怎么的我就觉得真的渣的不行的。他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像一个类似于互联网公司，他这个 UI 体验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下来我就教大家注册一下，我待会儿会把我的邀请码发到我的视频下方，大家要注册的话用我那个邀请码，到时候你开通的话会有一个10块钱的一个汇款的一个手续减免费，虽然不多嘛，但是这个平台其实也不赚什么钱，你想汇一笔80块，它也赚不了多少钱，虽然不多吧，苍蝇腿谁肉，大家可以点击那个链接注册一下，用10块的一个汇款一个手续减免费，点那个链接会进来之后，你点击这个立即注册。大家记着用我的视频下方的一个邀请码、邀请链接点击注册。进来之后，它会提示他们的一个优势互联网无这个 SWIFT 的转账费用，中间费用只需要80块，没有其他磨损，汇率也是比较好的，相对来说跟这个实时汇率差别不是很大。汇款金额全额到账，基本上都是T+1天快速到账，我实测过。半天时间，第一天下午对，第二天凌晨就到了。它的一个安全合规情况、信息安全都是由这个中国国内的金城银行进行一个存储、一个结算，它的一个合规的审核，符合这个监管要求。而且这个客服是7乘24小时，注册的时候会进来之后，它这个页面里都会有金城银行的这一个品牌 logo 跟这个熊猫一个合作的。你看，这是个金城银行的一个大概介绍，这个有个汇款声明，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金城银行及熊猫汇款有专用的一个反诈风控系统，选择这个地区，选择中国，输入你的手机号码，然后收到这个6位数验证码。其实你已经成功注册了，点击下载 app， 然后跳到这个应用商店，然后下载，设置一个登录密码，会跳转到这个金城银行的一个界面，然后输入你的电话号码，然后进入到你的界面，完善个人信息，你做一个人脸识别，然
然后上传你的身份证件，然后会有一个人脸识别扫一扫你的面部，绑定你的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就是你汇出的一个银行，绑定这个上面之后，待会儿就是你汇款的话，会让你选择你的汇款方式。大家先绑定一下这个银行卡，大家也一定注意一下，因为不同银行的它单笔一个限额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限额会多一点，有的限额会低一点。你像建行5万，上海银行是5万，你这个平安银行是5万，它单笔限额。它每日限额的话，建设银行是20万。你像这个工行跟上行是10万。就比如说它这个单笔限额5万，你一笔可以转4万9或者是4万8，你可以转4次到5次，只要不超过20万，其实就是可以的。所以说大家这个银行，而且这个大家绑定这个国内银行的话，我建议大家用一张平时不怎么用的这张卡，专门就是用来转账汇款的。最好用一个2类卡，就不要把你的主账户跟这个绑在一起，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下来你要汇款的时候你在页面里添加一个收款人的一个信息，然后 first name 就是你的名字，然后张33这个姓名就是张，然后 ABA 的一个，这就是一个 SWIFT 的一个 SWIFT 号码。每个国家地区的一个 SWIFT 的它的一个代码不同。这个是我添加的一个美国的那个 WISE， 它就叫 ABA， 把这个号码添加进来。你想让 SWIFT 的号码的话，你在你的银行 App 里面查找，或者在那个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搜索这个 SWIFT 的一个代号，或收款银行的一个名字，你把这个打上去。WISE 就 WISE， 输入你的银行账户。这一般的话就是资金往来的话用的都是这个支票账户，大家就选这个支票账户。收款的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就填这个收款银行的一个地址，它在 App 上是能查到的。你看它这上面有一个通讯录，这上面能找这些银行，你在上面搜索一下，它大概如果有的话就直接可以。但一定要打这个国家，就说是你这个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它在全球各地都有这个分行，你就打个美国汇丰或者是香港汇丰，添加收款人信息。我是给自己的一个WISE转账，我就用本人自己给他结汇，这就添加完成了。添加完成之后，点击我添加的备注信息，点击进来之后，选择你要汇款的一个款项。这个是你要中转的这个你账户里的一个，我就比如说是拿人民币举例子，我要转这500块人民币，然后转到WISE的美金账户，它进来的话就是美金，它这个熊猫会在那个京城银行会帮你把这个换成这个美金。它换成美金是 68.25， 它这个实时汇率的是1比0.1365。这个我自己查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你也可以查一查这个汇率，你每次就是要转账汇款的时候，你对比一下。然后它只有一个80块的一个汇款手续费，没有其他了，没有这个中转行费用，没有接收行这个费用，也没有这个 SWIFT 的这个费用。他帮我结算了一下，这大概能省261，什么意思？500块261加80，他就能手续费就340，我就能到100、120。这你看，这些传统银行是不是有点夸张了？输入你刚才设置的密码，你输入，它会让你选择绑定自己的那个在线支付还是银行转账。在线支付就用你刚才绑定的这个银行卡去支付，就直接在这上面操作就可以。如果用银行转账的话，熊猫会给你提供一个合作银行的对公账号，你用你的手机网银转到熊猫的这个对公账户里面，熊猫收到你这个对公转账之后，会帮你操作进行下一步汇到你刚才登记的这个海外账户。这俩的一个区别，建议这个用这个自己绑定这个银行卡，它是显示7×24小时快速到账。我当时是周5汇的，然后周6的一个凌晨就到了。点击确定，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使用本人的工商银行账户，不支持使用公司的，还有一定要填写转账备注避免转账手续费这些，把这些都要填写一下。你看这汇款类型用途这些大家都要核对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去填写。它就是这个资金保障，它是通过这个京城银行，你每次操作的话，它到银行输入验证的时候就跳到这个京城银行的这个界面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转账的一个明细，这减了580，它那个收取中间手续费是80块，
它不会在你转账这个费用里面扣，它会额外在你银行账户再扣80块，一共就580。它给你汇的是500块转换成美金的全额美金，直接转过去，没有这个损耗，唯独就是转汇的时候它有个转换有一点损耗，其他时候没有了。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大概的一个熊猫速汇的一个注册还有转账的一个过程。注册这个之后，你下来就要注册可以用它来入金往新加坡华侨银行转账1000美金，激活新加坡华侨银行账户，然后能得到15新币的一个入金奖励。也可以用熊猫速汇来激活你的外资账户，就像我刚才转了500块，他给我把500块换成美金了，收我了80的一个转账费用，一笔80，就不管你转100、1000、1万、5万，它都是这个80块。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人性化，就是你转的越多你越省越便宜，你转的额度比较小的话相对来说比较贵一点，但是你转的额度比较高的话相对来说就省了，你转5万的话能省很多钱，差不多半天时间就到我这个外资账户了。总的来说，这个熊猫速汇其实速度还是很快的，成本我算了一下还是能接受，比一般的一个银行大额还小额都要便宜，安全可靠。如果作为咱国内用户没有其他的一个渠道的话，用这个熊猫速汇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能轻轻松松的在手机上就能解决你的一个国际汇款问题。最起码先把外资或者 OCBC 华侨银行激活了，然后里面有资金之后，你再想操作国外的一些其他步骤的话可以的。就是你从国内出海的第一步，从0到1就需要这个熊猫速汇来解决你的资金从咱外汇管制的中国到海外地区，这是第一步。最后谢谢大家点赞订阅香港亨瑞。